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5位聊一谈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是一种原动力，能够让你自信地面对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吕阳。好的爱情会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真心换真情。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西大。以诚意补裂痕，让爱在岁月中重燃；用真心度风雨，让情在时光里长青。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恋爱啊，盯着对方的闪光点；这婚姻呢，是要习惯对方的脚底板。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们，请开门。有请今天嘉宾，欢迎各位。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孙先生47岁，来自陕西，个体；廖女士46岁，来自湖北，全职太太。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结婚到现在有什么变化？以前我俩定的是男主外女主内，这2年我挣钱少了以后，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变化非常大，他就是有点嫌贫爱富，看我不顺眼了。他变了也没变，他在家里依然扛着饭，一点也没变。其他方面他变得敏感又小心眼。你最看不惯对方哪些做法？我现在走下坡路了，他就翅膀硬了，总对我指手画脚，在家里也不拿我当一家之主了。他特别自私。我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我之前的生活都是为着孩子赚，可他现在让孩子也不在我身边了。您能先给我们回顾一下啊？就曾经的那个和睦的场面，就是你挣钱多的时候，我们听听。以前他把孩子教育得很好，然后我们家，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嘛，他就把家里面收拾得也很好，就基本上就是我的衣服呀、裤子呀，包括孩子的衣服、裤子，我们都不知道放在哪里，都是他给我们安排啊。家里的事他啥事都不用操心。就不管他这个几点回来，什么情况，就反正打开门都能看到这个笑脸相迎的妻子哈，是，就觉得很和睦、很幸福啊。是，热菜、热饭、热汤，热脸没有了吗？现在我不是闲的时间多了吗？他经常让我来做饭，反正我做的也不好。以前他忙，现在他没有那么忙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参与一点，就是学着做一些家务嘛。但是他就是情绪很大，他就不愿意，他就觉得，哎，我以前挣钱多的时候，你也没说让我做饭，现在我挣钱少了，哎，回家都没有饭了，你还让我自己给自己做饭。那我做的不好吃啊？做的不好吃，那是因为你做的太少了呀，做多了他就做的好吃了呀，对吧？哎，他现在还会像以前一样，比如说晚回来呀，或者应酬喝酒啊什么的这些情况呢？现在比以前要少，以前一个礼拜可能有4、5次吧。现在一个礼拜也就1、2次应酬。我现在应酬是少了，一个星期只有2次。但是他现在是给我立了个家规啊。他让我11点钟必须回来。那我请客人吃饭呢，我怎么可能11点钟准时回来呢？回不来怎么办？回不来大吵大闹，而且吵得很凶，有时候一吵2、3天的吵。那我现在这个年龄也有点高血压嘛。所以说。一吵2、3天，真的吵得人头昏眼花。然后有时候我请客人吃饭的时候，就看表，爱看表，一看到9点半了，那就心里面就扑腾扑腾的，这就真的坐立不安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的是坐立不安，就害怕晚回来了，真的吵架。所以就因为这样，他的项目要是没有谈下来，他会回家就是带着情绪，他觉得是我给他规定的这个时间。让他不能沉下心来和别人去谈，那肯定有影响啊，是吗？之前他生意好的时候，我也是说11点之前尽量回来。现在我也没有变。以前11点，那我打个电话，你态度很好啊，没跟我吵啊。现在一过11点回来是怎么吵的？但是以前他11点回来，他基本上就是正儿八经在谈事儿，事情也能成。但是现在你3个月、5个月的，你出去应酬，那一个项目也没有谈下来啊。谈生意哪有一谈就能谈好的？大家都发财了，你几个月没谈好生意，像我们干工程的很正常，你又不懂。哎，那他总说是因为他现在不像以前能赚钱了，你就给他没有以前那种好脸了，你承认吗？我觉得我没有，但是他觉得有。但是他感觉到了呀。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以前应酬多，他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他有脂肪肝，血压也有点高。我觉得现在就是他
既然应酬少了，是不是应该不要那么晚回来，然后对他身体也好？就是我请客户，不是客户请我呢，我真的是把握不了这个时间。那客户，我和客户正说的高兴呢，我一看时间，那咱们赶快走吧。行，这事儿听明白了，反正各执己见啊。那还有其他的呢？还有就是这个钱的事情，他现在是越来越不信任我。就是以前他也有工作，最后他那个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商量，对吧？我主外，我来赚钱养家，他负责貌美如花，是吧？当个专职奶妈，不是宝妈，全职妈妈好吗？全职妈妈。然后我们那几年生意也挺好，我们也买了大房子，买了几十万的车，也有存款。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个底商。然后呢，这个底商为了让他高兴嘛，还写了他的名字。就想着孩子以后长大，把这个底商当他的嫁妆给孩子。这些都挺好的。但是前几年生意不太好了以后呢，我是干工程的，资金流转有问题，我就说把底商卖了，因为我要接一个工程。然后周转一下，他就是不同意啊。那我肯定是不同意，把这个底商以后留给孩子。那我都说了，工程款回来以后把那房子再买回来，但是没有买回来呀！你都几年都过去了，你也没有买回来，你钱也没有拿回来呀。这工程有个保证金啊。房子卖了是吧？卖了，因为我们你不同意怎么卖的呀？我不同意，家里都是他说了算呀。我做工程必须要卖啊，要不然我就没办法干了呀。钱一直都是他拿着呢，他硬卖了。他也是跟我签字的，就你把他说服了是吧？对。但是他那个时候赚钱多，生意忙，你不敢顶撞他。对，并且那个时候，因为还有就是他比较强势，对吧？然后呢，家里是他在挣钱，他说是生意上要周转，再加上在这之前他的生意做的还一直可以，所以我信任他的这个判断力，所以他就说服我同意了。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现在他要管家里面的钱，你看看，但是这么多年了，以前挣那么多的时候他不管，现在我们经济有问题了，他要管钱。我觉得他是不信任我。如果钱还继续放在他手上，我害怕他再去做一些风险投资，并且呢，他的消费他没有降级。就比如说，咱们经济情况好的情况下，他的朋友结婚呀，或者家里办个事儿，他给人家封红包都封得很大，包个1万。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咱们家的经济状况来说，我觉得是承担不了的。人家都给1万，我不能给人家1000嘛。但是以前可以啊。做生意那我怎么还有脸去做生意？还有就是他开的装修公司嘛，以前就是一直有活，可以养一些员工，但是呢，现在就是1年都接不到活了。我觉得可以解散了，就是如果再接到项目的话，大家再重新组合起来。但是他就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你以前是不介入他的生意的？我以前基本上就是现在是连他的人事安排你都要介入了。我没有，对啊，要不把员工都开除了。哎，你们这个孩子教育上，刚才小片里说也有分歧是吗？孩子今年上高中，本来是不愿意去住校的。在他的忽悠下，孩子选择了一个可以住校的高中。孩子从小他就让孩子上这补习班那补习班，我就不愿意。我就说孩子就应该快乐的成长。但是他报别的兴趣班没问题啊。我们孩子从小报那个舞蹈班，现在1级考到10级，然后还报什么美术班，这个主持都报，他都给孩子报，我都同意。但是这个玩的班他都同意，但是这个学习班我真的不同意。我觉得孩子就应该快乐的成长，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孩子报了那么多补习班、学习班，成绩好吗？成绩还算是可以的。那高中为什么上了寄宿的呀？高中我就想让孩子锻炼一下他的独立生活能力啊，但是这不是挺好的吗？他们寄宿学校的那住宿条件还有管理都挺严格，也是还不错的学校。就这他也不愿意。那光环境好，那谁去照顾孩子嘛？所以让他自己锻炼嘛，锻炼他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嘛。这事儿也是你老公做了主了，非常强势，就硬送去了。他把孩子说服了，孩子本来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他给孩子说，你要是住校了，你妈就可能不会给你报什么舞蹈班啊，那些什么画画班啊，你平常就不用你妈一会儿给你拿个什么卷子资料让你写啊，你可能我也就管不上了。他那个学校真的还不错，那我觉得是对孩子真的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也就管不上了。先生，你不觉得把女儿送到寄宿学校，你这全职太太她可就没有地方释放精力了啊，就没有女儿需要照顾了，这不就盯着你了吗？那是啊，现在就等于说他没事他去锻炼身体，做瑜伽，对吧？也挺好。那我呀，他让我和他一起去做瑜伽，我这身材我能做动瑜伽吗？
那就是因为你的身材不好，所以你该运动了。以前说我这白白胖胖的，对吧？长得富态，又像个老板一样。现在呢？现在是看哪不顺眼的。原来说这是将军肚啊，现在呢？肥胖啊，油腻中年人嘛。所以做决定长后眼是很重要的，是吧？把女儿弄到寄宿学校，就剩自己了。是。孩子现在住校了，不在家了，我们俩的时间也比以前多了。然后呢，我希望他跟着我去做一些我们俩都对身体好、对我们夫妻感情好的一些，理解，培养一些共同的爱好，对吧？活动。但我也有我的爱好，就我喜欢喝点小酒啊。那叫爱好。但是我这人很克制，就是我以前就是经常应酬的时候，我从来没喝醉过。现在就是生意不好了嘛，就是有点郁闷，有时候晚上就失眠就是喝点酒解压，这样就这。不愿意，整天就喝个酒，跟我在旁边叨叨个不停。他几乎是天天喝，就自己也喝啊？对自己给自己弄点菜。有时候喝的也不多呀，1、2两，那叫喝吗？那就是稍微的，就是解压这样子。但是他喝酒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不太对，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喝，然后呢也不让别人陪，电视开得很大。那你原来倒是陪我喝呢。就是陪着我喝酒陪着我，现在让你陪嘛，你也不陪啊，还在就在那旁边叨叨。哦，你刚才说他电视把这个什么电视开得很大，他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然后呢在那喝着自言自语，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看得高兴了，然后呢就自己在那就是自言自语，比如说点评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子，哎呀怎么样子，反正就是就发泄一下嘛。他嫌我声音大好，那我买个小电视我放到书房，我在书房喝也不愿意。整天就在敲门，一会儿让我干个这，一会儿干个那，反正就不想让你安安静静的去喝个酒，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那你为啥就不想让我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房间里呢？反正就不安生啊，反正什么事情一会儿这事有那事情。我的这种行为是因为看他不顺眼，我是不放心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那你们今天来爱情保卫战是谁主动要求来的？是我。你的诉求是什么？我诉求就是说，那首先就是说这个11点，我觉得肯定达不到的，对吧？就是让我11点回去，那肯定不行。就应酬自由，我这个谈完事儿自然就回来了。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孩子这个教育方面，我觉得就让孩子开心一些啊，不要管他太严。你这不都寄宿了吗？那周末不是也得回来吗？就是2天时间，周六周天还想让孩子上学习班，那孩子作业挺多的呀。好，这还得让孩子上学习班。这2点孩子教育，第3点呢？就是孩子不在家嘛，就希望我们2个个人有点自己的爱好，就不要管我管的太多。那你去弄点爱好呗，你。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说商量，我想出去工作，那挺好的呀。但是他反对工作这事情，我也给他说了，我说他这么大年龄，对吧？多大年龄？不是他，因为他几十年就是这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过。40多岁正是好时候。他才46啊！问题是我做生意。他现在干的恐怕也就是卖个菜、卖个衣服。如果让我朋友看见的话，那我真的很没面子啊！关键点在这儿。还有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工作，老是有人围着他转呀转的。为这个事情我们经常吵架，他们同事就很多人追他。哦，漂亮，有人追啊！有人追他，然后我们为这个事儿经常吵架。哦，现在都50岁了，如果说他出去工作，再有个什么类似于这种绯闻的话，我们再去吵架，那是不是很没面子？那是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才24、25岁嘛，有的人还不知道我结婚了，所以有那种情况发生。但是有那种情况发生，我也是很果断的给别人拒绝了。但是为这个事情还是闹过矛盾。但是刚才你也说了呀，我们现在都50来岁了，也不可能出现像以前那种情况了。不好说，对吧？现在是中女时代，老师说的是我们中年女性也还有市场。对的，咬着后槽牙，要去逛逛市场了。好，你要再有个市场的话，他就是事业婚姻双受挫了，他更得喝酒了，就更得喝酒了。不会的，不会的。但是说他这个就是现在出去工作挣的这个工资。首先，对我们家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帮助。你看你这人，你嫌他天天围着你绕，嫌他没有爱好，你嫌他烦。人家说那我出去工作吧，你又怕他出去怎么着？他现在如果有好工作没问题啊，他现在这个情况，他如果不好的工作，比方说卖个服装啊什么的，服装真的咱们丢不起这个人啊。哎呀，你这面子大于一切，你说说你。对他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他爱面子。我觉得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这个家怎么样子好就怎么样子来。但是他
不行。反正这个事儿我给他解释了很多，反正所以我想让老师们也帮我劝劝他。实际上我可以走出去。哎，我问一下啊，你们就是现在经济状况不影响正常生活吧？不是非得去工作赚钱？那不影响，那倒不是啊。所以就是听起来就是主要集中在，就是先生现在的生意没有以前好了，收入比以前低了哈，或者是说没有以前那么忙了，女儿又寄宿在学校里边，周一到周五不回来，所以你们夫妻俩其实是面对了一个新的生活状况，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所以就是他可能觉得我的注意力在他身上呢，整天挑他刺儿。太多了。你也可以去多锻炼锻炼啊，对吧？把身材再去练得更好一些啊。那你也担心了，万一出去锻炼的时候，这有人围着绕呢。所以说他现在老是孩子不在，老是盯着我呀。哎，有些需要调整，这个是肯定的哈。对。我们也听听大家怎么看吧。来，两位小年轻。我就觉得吧，都有各的说辞，然后男方也会替女方考虑，但是女方吧，就是主内，我也希望就是男方会更关注一下女方的心情。其实吧，就我感觉，就男女双方吧，其实都是还是比较互相相爱着的，就是可能在一起时间久了，忙于工作跟带孩子吧，两位呢缺少沟通，其实太大的矛盾还是没有的。缺乏沟通，这还真是个点啊！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妻子应该为丈夫今天这样的状态买单，因为这就是你纵容的结果。以前丈夫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家高高在上？因为他养着这个家，他在你眼里那就是爷，他哪怕错了，你也唯唯诺诺，从来不敢顶撞，就养成了他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老师是说我以前就应该为自己争取一些家庭地位，不是家庭地位，你今天做的应该前置在你们的婚姻开始，你不敢呀。但是今天你突然发现，丈夫回家的次数多了，这个家有点像家了。作为女主人，她当然想整顿家庭秩序了。我认为这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丈夫的感受，他的失落，甚至他的委屈，他现在并不是公司倒闭歇业，他还在挣扎，他还在努力，只是暂时的生意不好。你以前把他捧在手里，捧上天，现在他更需要的是您的体贴安慰啊！他现在最需要是来自你的关怀呀！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是抱团取暖，同频共振呐，所以我认为这是在一个不合适的节点上，妻子的猛然醒悟。但是作为丈夫，妻子做的是没错的，她就是让这个家像个家，丈夫像个丈夫，外面是老板，家里是丈夫，这个他错了吗？没有错，这是他醒悟的词了。他也想享受那种家庭的温暖，其乐融融。我们不能输了生意，再输了家庭。我觉得听了你们的讲述之后，特别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喝酒。你的那个担心啊，真的是打扰。因为在他喝酒的那一刻，他其实想要的东西只是安静一会儿。那个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我疗愈。他现在比曾经之前所有辉煌的时刻都更艰难。所以他现在所有出去的这个应酬，不是说你现在面临的生意少了，你就要早点回家，不是，是他现在每争取到这一单生意，于他而言，可能都是他过去争取10单生意所获得的那份成就感。他付出的要比他得到的要更多。说实话吧，你所有做的这一切，都在让他不断的去验证自我否定，验证他现在承受的人生的低谷。但是他现在不需要这个，他需要有人告诉他，我们的生活可以不大富大贵，一家人在一块儿就是日子。他需要的是这样的话，给他鼓励，也给他动力，还有就让他在现在的艰难时刻不下场。你把他的公司解散了，他就下场了。你不能让他在耕耘了这么久的行业当中，在这一刻坚持不下去下场。真正能挺过这个凛冬的，首先是能坚持下来的人。所以其实他现在比任何时刻都需要这个家能够更理解他和托举他。
所以通过你们2个人的样子，我觉得都有焦虑。比如说你现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境，这也不是你自己人力所能控制得了的，这确实是你现在行业当中面临的一种状况。但是他的焦虑确实是你一手造成的。15年的时间，天天和孩子捆绑在一起，到你这儿咔嚓一下子给断了，你把他的焦虑一下子给点燃了。那焦虑到哪儿释放呢？那没办法，只有你，谁让你天天在我眼前了？那怎么办？你要想要去缓解他的焦虑，很简单，就是你给他去创造更多可以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3口在一起的时光。每一个人都要找到对方此刻的那个痛点在哪，你们才能够很好的去支持对方。其实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对你是一个好的事情，是提前的一个警示。人生不见得永远都是勇攀高峰啊，它是有起起落落的。我们要去学会接受生活中、家庭当中的一些变化。变化发生了，但你不能说我一成不变，我还是孙老板，就是那个强势的老板，女儿说去哪儿就得去哪儿，说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说回家当大爷就当大爷。因为现在你们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呀。我觉得你要做的功课是接受变化。妻子，你应该做的是缓慢的过渡。如果先生将来生意又腾飞了，你可能还能回到原来状态，你也能接受你忙嘛，你在工作嘛，是吧？我在家该干嘛干嘛。如果说真的他就平稳下去了，甚至生意可能越来越不好了，那你要给他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他去适应这种变化。他现在不适应，如果从心理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比你现在更焦灼，他更难熬。你也别说什么孩子让我很焦虑，现在不送去寄宿，3年以后上大学一样会离开你，你不还焦虑吗？你提前去感受一下，孩子终归长大，我们终归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的建议啊，先生，你不是觉得出去他工作可能那些工作又劳累又挣不到太多钱，会让你的面子很难受。虽然我认为面子并不重要，但是对他来说就很重要。对，那你又如果想出去有一份社会价值，去做公益吧。你孩子不是也不在身边吗？啊，对，你去一些这种学校啊，包括这种什么福利院、残障人士，你会在那儿找到很多你的价值感。孙老板，那也挺有面子的嘛。你看我太太去做慈善公益了，有什么的？对对，你能结交一群和你一样善良的、美丽的、优雅的、对生活有期待、有爱心的人，你的生活圈子不就打开了吗？好，对吧？对，先生，你也要改变啊，少喝点酒，1两2两，你现在状态也少喝。你要尽快从这个低谷中接受它，低谷就低谷。你有这么好的太太，这么好的女儿，你有曾经的辉煌，有现在稳定的家庭，没有负债，有足够的积蓄，生意未来也许还有起来的机会。你要接受低谷，没有什么大毛病。我觉得很恩爱的夫妻度过这个小小的初冬，一定会春暖花开。祝福你们。我也先祝福你们。其实感情上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我看到最大的问题是，妻子您的言行让你老公在生意上的失意更加具象化了。就是本来可能光是生意上的一些失意，他可能还能接受，还能调整，但是面对您的一些言行，包括可能各种的一些管控啊，或者小的一些唠叨啊，或者比如说他做饭等等，我也知道，他也知道，这些都是出于您的对他的一个关心，但是这更加加剧了他的那个落差感。那个生意场上的暂时的失意，这个是对于任何一个男性来讲，尤其是越是有冲劲儿、越是有拼劲儿的男人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点。就是我对他的态度，让他更明显的感觉到他自己就是他感觉最近不行了，对，低谷了。所以你们双重压力啊，所以听明白了吗？所有老师都在说，他现在是双重压力。就是像刚才老师说的，我对他的态度和想改变他的一些想法。就是要慢慢的来，你改变不了他，让他自己改。哦，你不改变他最好。对，你改变不了他，让他自己感受。甚至放下，真的放下，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勇气。而且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你也可以真的暂时去试着放下，可以找到一些更多自己的价值。就是我相信，如果你能真的让自己试着放下一些念头和对他的一些所谓的小的要求，哪怕是出自于关心，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会有数。就比如以11点为例，我相信即便后面有不得已的情况，他可能也不会比11点晚太多，但他可以更加游刃有余的去
谈当下那场生意。或许他在那个对谈当中，他能够搞到更多的那个价值感，哪怕生意没谈成啊，他在谈的过程中，他也会觉得，哎，自己是有价值输出的，对方也是认可他的，哪怕最终没付钱，他的感受也会好很多，而不是背着家里面的压力，然后自己生意场上的失意。我觉得你们之间有巨大的问题，持续了至少15年，用钱是可以买来顺从和乖巧的，但买不来白头偕老。你们的问题一直存在，女生一直是在忍，你们之间达成了一个沉默的契约，是沉默，不是心甘情愿。为什么没有暴露？因为孩子一直在，孩子离开了，你们之间那个没有捅破的那层窗户纸暴露出来了。你们两个在15年过成了2种状态，没有合在一起。女士心里是想有一个依靠的，是想有一份价值的，无论是从你这里得到情绪价值，还是从外头得到社会的认可价值，你没能给她，因为你一直在说我是养家者，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是老板思维。她一直很孤单，很寂寞，很空虚，所以你们俩之间的问题非常大。只不过现在暴露出来的是，哎，经济滑坡了，女士终于有了一个挺直腰板跟你提出要求这个机会了。你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该我们两个之间多花一些时间在吧。她要的瑜伽都要带着你哦。啊，对。她并不是看不上你的身材，而是觉得现在该我们在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了吧。这是她的情感需求。她没有耻笑你，她只是觉得忍了15年了，我们该夫妻之间沟通了，对吗？对对，这是妻子心里的需求。你不去体会她的感受，你只在乎你自己，你只把自己关在门里面独自饮酒，你亏欠她太多了，亏欠了15年了。与其说这次是一个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你们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机。你在外面去谈生意，真是一定要谈到深夜吗？谈的是生意，还是抒发的自己的不甘，吹吹牛，说我还能东山再起，我还是老板。请把那个时间省出来，陪陪老婆。曲总真的是为你们好啊！就其实真的，你说完，我觉得这个角度特别的好，真的是感情有很大的问题。你之前对他的情感投入太少，可能物质财富上创造了不少。那现在正好闲下来了，你就多投入些情感，这不是你身为男人丈夫应该做的吗？你也多陪陪太太啊！相信你们能早日度过难关，好吧？我们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郎23岁，来自河北，学生；小刘21岁，来自河北，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他一点都不爷们儿，爱撒娇，还爱吃醋，还特别爱犯贱，脑回路特别不正常，比我还能作。他天天对我喊打喊杀，还总让我滚，但我非常爱他，离不开他。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解决不了，那我就把它解决掉。我没什么目的，他想来，我就跟着他来了，但我的底线就是不能分手，我接受不了。哎呀，姑娘，他怎么作了？就是我俩每次吵架吧，他就是玻璃心一碎，然后呢，他就喜欢离家出走。过了半个小时，出现在了楼下的便利店，就跟我打招呼说：“喂，宝宝，你要不要喝可乐呀？你是想喝常温的还是想喝冰的？”他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在哄我，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好好去跟我沟通，但是他根本就不想跟我沟通。关键是他说那话太伤人了，每次吵架呢，他不是让我滚出去，就是说让我别在这个家待了，然后你就滚出去了。动不动的就把我推出去，没有办法了，我就说我出去冷静冷静，然后我冷静好了，我回来我再哄他，给他买点东西什么的。哎，你让他滚了也不行吗，姑娘？主要问题是我觉得那我说的都是气话，也不是认真的在跟你说。我觉得男女生之间在一起就是应该男生应该先哄哄我。你的意思是说你走，你不许在这儿了，他就应该说宝宝我不走。是这意思吧？对，是这个意思。懂了，懂了。主要是他还动不动就是一吵架就还说这日子没法过了，要跟我分手。我跟他分手也是有原因的，他有一个前男友，跟他是一个班的，然后他们就感觉非常的暧昧，我说他也不听。你怎么觉得他们暧昧不清了？
就他们平时啊也会见面打招呼啊、聊天啊，然后评朋友圈点赞啊什么的。我觉得我能做到不心虚的去跟我前对象去交流，比如他给我打个招呼吧，我肯定就会搭理人家，不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没有礼貌。就是你觉得他其实挺爱吃醋的哈？对，主要他不仅吃醋到我前男友身上，他还爱吃我闺蜜的醋，我就不明白女生的醋她有什么可吃的。哎呦喂，就别提她那个闺蜜了。你老叉个腰啥意思呀？这什么姿势？气得肝疼，气得哪都疼。她就特别像个小女生一样。然后你男朋友，你看，好好站着，比我还像个小女生。行，这闺蜜怎么了？继续说。就是我闺蜜来找我，比如我吃到这个包很好吃的薯片，我就去递给她，喂给她吃。她呢就是抱着个手机，一直板着个脸。然后呢，我闺蜜就发现不对了，就是好心好意的就问我嘛，说你男朋友怎么了？她就开始阴阳怪气儿说。闺蜜就是比男朋友重要呀，男朋友连个薯片都混不上呢。我觉得她就是特别爱乱吃飞醋，而且她还把我闺蜜的朋友圈屏蔽，我觉得就是特别不理解她的脑回路在哪儿。为什么屏蔽啊？不是说她那个闺蜜吧，每次来找她的时候呢，就不是劝她跟我分手，就是劝她跟我吵架，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问她，我就说你为什么把我闺蜜屏蔽啊？她给我的理由就是我不想看见你跟你闺蜜的合照，就是不想看你俩天天腻歪在一块儿的照片。那她吃不吃你这个男同学啊、异性朋友的醋？对，她也会吃。我当时去同学聚会了，然后呢，他就说要接我，但是呢，我就是说你也不认识，就是我们同班同学的聚会嘛，我觉得他去了也尴尬。后来就跟我说，我看见你跟你男同学又说又笑的，他私自跟过来，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就有点变态，我觉得他就是控制欲就特别大。我去接他原因是因为我怕他吃完饭聚会以后一个人回来呢不安全，我说我去接他，但是他死活他不让我去，我就出于好奇心，我说我去看看他，把他接回来就得了嘛。然后我去呢，发现他跟他的男同学呢有说有笑的。男同学还说要送她回来，她也没有拒绝，然后上去把她拉走，她死活还不跟我走，我好不容易把她带回家了呢，我说我要让她把这个异性朋友把删了，她死活不删，还因为这件事跟我吵。因为我觉得跟异性关系就是有就是正常的交往距离就可以。你那是正常的关系吗？那主要是说说笑笑怎么了？那你说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说说笑笑怎么了？我恨不得板着个脸跟人家说话吧。好朋友发个朋友圈，人家点赞评论，天天都是那么几句，又好看了，什么时候有时间呢？也回复人家那么可爱的表情包，为什么不给我发？我觉得人家好心好意的看到了我的朋友圈，那人家回复我了，我肯定就是回复人家就是可爱的，我就很正常呀。我觉得那我恨不能不理人家吧，我觉得他简直是不可理喻。而且他有什么事情呢？还就是跟这些异性朋友说，学习啊，生活中的事情啊，大事小事也好，他从来不跟我说，他只跟这些异性朋友说。我问他为什么不跟我说，他跟我说，那跟你说只有吵架的事儿。因为我俩每次吵架的时候，我也会需要就是倾诉对象嘛，就是比如是同性也好，异性也好，我肯定要倾诉出去。主要是他平时也不会跟我沟通，每次吵架都是离家出走，然后呢过了一会儿自己开门自己再回来，他也有家人钥匙。我觉得他就是生气的时候应该就是去跟我沟通，但是他也不去跟我沟通，然后我只能去向别人去倾诉，然后我给别人发信息吧，他还生气。我觉得我们就是正常的关系，我们就是没有越界。哎，除了这个爱吃醋哈，就是生活当中你们俩不是这个合租吗？这个彼此的照顾呢都满意吗？不满意。彼此有这种照料吗？没有。就是有一次我生病，我都发烧了，我特别难受，我就跟他说，宝宝，我想喝一杯热水，你可不可以帮我拿过来呀？他当时就是直接端过来了，然后呢当时他就说，那你夸夸我，你说我是全天下最好的男朋友，我就把水给你。我觉得就是他不分场合的去跟我犯贱，就比我就是还幼稚。我觉得你平时可以，但是我觉得我生病的时候我都没有力气了，我都躺在床上了，那我要杯水，那你就给我呗，非得让我去夸他，他才给我。你夸了吗？没有。然后我当时没有去理会他，然后呢，结果他看我真没有理会他，结果他扭头就走了，而且呢那杯水他也就手端出去了，他还不给我。咋不给人倒水了呢？看他太难受了，我寻思我逗逗他，没想到他这么不禁逗。他那么难受，你还逗他？他当时只是低烧，没有特别难受，就是我看着他比较难受。那你还把水端走？我看他不理我，寻思我逗逗他，把水端走，看他什么反应。小伙子，你自己说得通吗？我们听不通。看我半个小时没有理会他，他自己又来我卧室，就是戳了戳我的脑袋，说：“宝宝，你还在生气吗？那我给你学小狗叫给你听好不好？”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幼稚，然后他都知道我生气了，还不哄我，他还不给我拿药拿水。
我特别理解不了他脑回路在哪儿。我说我饿了，你能不能帮我去点个外卖？我就寻思你给我点完了我就消气儿了。结果倒好，我特意跟他说，因为我本人是不吃香菜的，他非得给人家商家备注多放香菜，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是逗他不吃香菜吗？我就觉得我们在一起吧，时间也不是特别短了，就是两个人之间先犯点贱吧，就挺有意思的。再说了，他不吃香菜，我可以给他挑出来呀。主要是他还跟我说，那宝宝你喂我吃香菜好不好呀？那我就原谅你。我就想知道，我生着病，我为什么要喂他吃香菜呀？你说吧，他吃香菜还要说原谅我，我又做错什么了吗？其实你男朋友有种那种我们 get 不到的冷幽默啊，就感觉他特别幼稚。哪里幼稚？我哄他开心，他还说我幼稚。他生病了，需要你哄他开心是吗？那他难受了，我不需要照顾吗？哄哄吗？行，你来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听着觉得你不幼稚了。你看啊，像我们这种在大学生活里吧，我们呢都是会有一些异性朋友。就是我担心呢，他觉得我跟我的异性朋友呢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啊、亲密啊，在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我就会把自己的零花钱啊、生活费啊都放到他那里，有什么事情跟他说，让他帮我结账，这都没有错吧？但是这生活费就更生气了，他把他的生活费都给我，那他大到生活用品呀，跟他朋友去吃饭呀，主要是小到连2块钱的矿泉水他都要让我给他付。我当时那我不是为了告诉你我在干什么吗？那是告诉我大早上的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他出什么事儿了呢。然后他就说：“喂，宝宝，你能不能给我付1瓶水钱？”我觉得特别离谱。我觉得就你给我吵醒了之后，就为了一点小事去跟我说这个，就把我吵醒不让我睡觉，去给他结2块钱的水钱，我觉得特别离谱。那你为什么要收他的钱呢？哎，你把生活费给女朋友，你妈妈知道吗？我妈妈知道。因为我妈妈知道女朋友的存在，所以她同意。知不知道你把所有爸妈给你的生活费都给了女朋友了？啊，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既然要对一个女孩好嘛，就无条件的相信女孩嘛。主要是我也提出过来，我说我1分钱我可以不要，或者是就是比如你要是给我让我去管钱，可以。然后呢，比如我每周呀，或者是1个月就是先给你多少，然后呢你没有了的话，你再去跟我要。听我这么说，他还生气，说我不爱他了。哎，你觉得他把这个零花就把钱都给你，让你管是出于什么心理呢？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每笔开销我都知道，然后给我安全感，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就觉得特别麻烦。每个人就是肯定得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可能每天都会围着他转。他一天的收入就是支出肯定会特别多，怎么这一天得有4、5笔，我不可能去每时每刻去照顾他。你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他的助理了。对，我感觉就是像个秘书一样去管他的钱，就像那个银行卡一样。哎，我觉得都不是说他要给你安全感，是他这么做他有安全感。你看我时时可以让我女朋友关注到我，但是他每次给我的生活费都不够他跟我要的多。对呀、哎呦，他每个月把多少生活费交给你？2000。要花多少？那具体我也平时我也不记账，肯定超出。我觉得肯定会超出。你要贴钱。对。哎，你男朋友是不是挺粘人的呀？对，他特别的粘人。我跟我的就是同性朋友吧出去玩，结果他倒好，我一没看手机，99加什么概念呀？你说他跟我打个电话，直接告诉我说：“宝宝，你用不用我去接你啊？然后你们在哪儿不就行了吗？”我不想问问你在干什么吗？99加是就发了100条信息。对，然后呢，主要是他不仅给我发信息，还要给我打电话。不是，平均一个信息如果发仨字儿，也300个字儿。就有可能就比如一个表情包能点好几个，那更吓人。然后呢，发个信息每次一样的，就是说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那我为什么不回我？就是类似这种。你们俩谁要来的？是我想来的。你来是什么目的？因为我就觉得他特别作，特别幼稚，我就想让他去改一下这个问题。不是要分手，就是如果他要是不能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那我就只能跟他分。我觉得就是相处不下去。来列一下你需要他改的具体的几点，1、2、3。我觉得他不应该在不合场合的时候跟我就是比如逗我开心，就是说那么幼稚的话，就严肃呀。觉得他特别幼稚，然后呢特别敏感多疑。他觉得我身边有任何一个异性，他都会觉得这个男的要把我抢走。还有什么？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脾气特别大，就是经常就是跟我吵架，就离家出走，不跟我沟通。哦，不能离家出走。还有什么？然后脾气大也让他改一改。听懂了，这幼稚我觉得赶起来改，这不叫一个改啊，幼稚是得成长。男生，你对女朋友有意见吗？我没有什么太大意见，就是我也爱她，我不想跟她分手，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她一遇到问题了，她就不想着解决问题，她总是想着要把我解决。那他说的那个觉得你幼稚，让你改一改，这你觉得好改吗？我觉得吧，喜欢一个人吧，黏着他，这个好像不是很好改。我总不能说我让我不喜欢他了吧？
怎么办呀？一个希望对方改，另外一个说我他就总觉得他自己什么错都没有。不是，他觉得这样做是因为爱你，是吧，小伙子？我爱他呀。啊，我觉得他不应该把这种心理强压给我，但是我不喜欢这种相处模式。理解，听听大家的意见啊，成年人给点指点。给我的感觉是，这个男生实际上很喜欢这个女孩，但是只是他的方式让这个女生没有感觉到，就是不是他喜欢的方式，就是用的方法不对。我觉得应该稍微调整一下吧。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女生感受到她喜欢的这种方式，能感受到男生是爱她的。我觉得男孩要自己强大一些，然后你不但光爱他，还要让他对你有一点小崇拜吧，就自己也要先强大一点。你老婆摇头呢，这就是那种大男子主义。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你让我们明白了，作并不是女生的专用名词，男人也可以作。你的作比女生的作更可怕，而且这样的作，他的解读是幼稚。男生的目的，他确实是爱你，他用一种非常幼稚的方式在保卫自己的爱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结果是女生看到了你的幼稚，没有看到你的爱情。对，我就感觉我的这种方式让他对我的偏见越来越大。当然，他认为你男人不像男人，就像小片当中他指责的不爷们，谁都认为你不爷们，但是他内心就有一颗爷们的心。他在装，他在掩饰什么，您知道吗？他屋里也做出利益，就像这个钱。男生，我劝你的是回归正常，学会成长。其实你放下这一些作，他会更加的爱你。你就应该让他看到一个阳光成长的男人。可以有错，因为年轻没问题，你不需要用这样的作去掩盖掩饰自己的错。男生，我觉得此刻你站在这个台上会让我有一种特别明显的错位感，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是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你这个行为看起来不太像是23的。你往前推10年，我还觉得小男孩挺可爱。你往后推10年，谁敢嫁你啊？而且你身上特别明显的那种，我容许我不长大，我也希望你看到我不长大到底有多可爱。你看你下楼离家出走半个小时，回来打电话说你要喝可乐吗？这很明显你在认错吗？你在用他喜欢的方式讨好他吗？但这种方式他不是在面对问题，他是小男孩希望别人你看到我错了，再给自己找台阶下。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在原来你成长的环境当中被保护得很好，你也被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原来的环境也不需要你成长得太快。然后你又看到了这样一个特别有大女主气质的女孩子，你就突然间在她身上也找到了一种很熟悉的东西，你也觉得在她身上你的幼稚可以从你在原生家庭当中那种被接纳被容忍到她这儿也会被着，但不一样，那是你爸妈，他们可以无条件的接受你一直不长大，你这辈子找不着工作他们都能养你。但她是你女朋友，她需要你从一个男孩子变成一个拥有男子气概的人。因为女孩子找你是要和你一辈子往下走，她看上的绝对不是你幼稚。你看哪个女孩子愿意领个小男孩回家？你要是觉得我容许我一直是个孩子的话，我觉得谈恋爱对你来说就是一场经历，你不要耽误谁，他要走就可以走，对你来说就是一场经历。但如果你说我很希望不和他分手，我要和他一直走下去，那你就要完成这场蜕变，所有的蜕变都是疼的。你没有那个冲破的勇气、改变的勇气、割舍的勇气，你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他向往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你男朋友好多看起来无厘头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背后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我的感觉就是他既有那种微微让我觉得心酸，就是一种小人物，又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有承担的悲凉感。我能感受到他开个玩笑说：“宝宝，你对吧？你说我男朋友最帅，你喝我的，我给你端这杯水。”他就是希望，他刚才说的是情真意切，他希望看着你不舒服，想哄哄你开心，用一个无厘头的或者看起来很冷的一个笑话，一个幽默，想让你放松一下，不要老沉浸在那个疾病的不舒服当中，这是真心的。
但你会很烦啊，你幼不幼稚？我这么难受，你还开这种玩笑。但有人就欣赏这种无厘头，因为彼此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对方。所以我其实听来听去，我觉得你们俩都不是不好的孩子，或者是不愿意付出的孩子，只是彼此不能理解对方，成长的频道也不一样。我觉得在一起就是消耗，他消耗了你，因为他不懂你。就男孩你也不懂你女朋友，他需要的就是只给的东西。我难受你就给我倒杯水，我难受你就给我买个药，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烦死了。谁都不懂谁的爱情，即便这份情感再真挚，它也带来的都是彼此的消耗。我是不建议你们在一起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在场上就彼此抱怨，你嫌他这嫌他那。他虽然比你大2岁，但他和你是同一届的孩子，他没有走上过社会，他没有谈过一场有未来的爱情，他不懂得怎么去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好好的爱他，很正常。你如果不愿意给他成长机会，或者不愿意磨合出一个你们俩彼此接受的方式，我真的劝你们早点分手。如果磨合不出来，就感谢彼此的相遇。如果不了解对方，理解不了对方，我们就祝福彼此将来找到一个理解他的同频的人，也不枉我们曾经相爱过一场。我不想让你们带着答案回去，我今天要让你们带着疑问回去。我想分别跟你们说几句话啊。先跟小伙子说，你不是真实的你，你在演你认为爱情的模样。无论是可能你觉得可能在爱人面前要做一个孩子这种信念，还是说其他等等，你是在演一个你认为的爱的模样。你一直在用一些你的行为，然后行为做出之后，你在观察对方的反馈，然后以这个反馈来证明自己是被爱的，一直在找被爱的证据。你始终在依赖外界的一些支持和反馈，没有建立起内心的秩序。这3个不是评价，就是希望你可以往这个3个方面去思考一下，就是希望你可以更加活出自己，无论是自己的气概，还是自己的成功，还是自己应该获得的爱。然后姑娘啊，你要鼓励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说他的钱别收了，给他。你要告诉他，无论是用你的行为还是动作还是语言，告诉他你是一个男人，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有些事情就要交给他去做。还有一点，这个我真也想替这小伙子说一句啊，就是你确实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很有你的逻辑，很有你的道理，甚至你的很多条理你比很多男性化思维很强的人都很清晰。这既成就了你们的感情，也将会成为你们感情的隐患。你这一点是吸引他的，但是在你们未来感情路上也会变成一个不小的灾难。这2句话也希望你回去之后能好好思考一下。我问女生3个问题啊，然后判断一下这段感情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多久了？1年多。1年多当中，你是感觉到温暖多，还是伤害多？我觉得伤害的多。好，第2个问题，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是感觉到孤单不被理解吗？对，我感觉我付出的比他多。第3个问题，当你去正面的表达你的需求的时候，他的行为有调整过吗？没有，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这样同类的错误。好的，那我的结论就很清晰了，分开吧。我明白了。对你对他都有好处。男生，我跟你说几句话，你的确是不成熟，你最核心的不成熟的点就是你不具备共情的能力，就是你去感受他人的感受，你不具备这种能力，甚至于意识都没有。这可能和你成熟度年龄有关，也和你过去的经历有关。我跟吕老师可能有一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他是原生家庭他没有受到过非常妥善的照顾，所以他求关注，导致他不能理解什么状态是被照顾的感受，我也是所以他才说，他才会在我不爱吃香菜，我要给你加多多的香菜。你生病的时候，我还跟你开那种玩笑，所以你没有被妥善照顾过。第2一个，你的问题是，你很自我，就是你不会去学习。我问女孩第3个问题，你完全是可以调整的呀。人家已经明确的表达了我的不舒服，我的感受，你不管。下次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你以自我为中心，这与成熟不成熟无关，这是你的一种性格，你一定要调整。
还有一个就是你需要提高的，是可以提高的，就是分寸感。你即使和我们的恋人很亲密的关系，但你要学会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要找到那个分寸，要哄到点儿上，要闹呢也要有个度。哄到点儿上是你得懂他，你不能光爱他，你得懂他。闹到有度呢，你就真是知道一个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好，带着老师的建议，我们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到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腾讯视频、优酷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组夫妻啊，他们肯定会出来的哈。他们出来没有悬念，毫无疑问。但是我认为今天他们2个人还真会做出改变。但是出来他们会说些什么？我们一起听听啊。来，请开门。跟早就站在门口了，对，手牵着手。哎呀，笑盈盈的2个人，哎呦！我们以后我会多理解他，多照顾他，以这个家为中心，然后多为家多付出一些。哎呀，你老公说的很好。你赚钱就是为了这个家嘛，是，在情感上多付出，为家、为媳妇儿、为孩子。那太太说2句啊。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觉得我应该多体谅他，对，和他并肩，作战，相信你们会特别好，在他难的时候一起度过难关，他去体贴他，他会感恩一辈子。还有啊，你们没那么难，挺好的。对，这个年龄40多岁，孩子都大了，也应该相对去享受一下生活，而不是天天忙忙碌碌，非得去赚钱，对吗？不难，别老觉得难。还有一个具体的事情，那个底霜有条件的时候把它买回来，这是他的念想。对，这个很关键啊！我答应他肯定会做到。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长时间没拥抱了吧？哎呀，抱的时候啥感觉啊？感觉回到了20年以前。真的，你俩其实真的是感情特别好，到今天吵吵闹闹也好，都是像你们年轻时候那副爱的样子。希望你们一辈子爱下去，好吗？好的，谢谢老师，祝福你们啊，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对情侣他们会怎样选择呢？他们出来真的是有悬念的。来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出来呢？大概率还是不会出来。请开门。感觉不会，不会啊。没了。我们不是劝分，也不是劝和，我们是劝幸福，对吧？如果在一起是相互的折磨和消耗，那不如我们奔向各自的幸福，哪怕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的幸福，各自平静成长也是好的，好吧？希望我们终身都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拥有好的感情，也拥有更好的自己。谢谢我们老师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